末世暴风雪来袭的时候，别人为了一块压缩饼干抢得头破血流，我却烤着暖炉吃着火锅，毫不惬意。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了床上，可床上的人却紧闭着双眼，眉头紧锁，似是做了噩梦。不要！我猛地惊醒坐了起来，看向四周，周围不是皑皑白雪，也没有刺骨的寒冷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全家福，那是我和父母照的最后一张照片。这是我末世前的家，可我不是死了吗？我急忙拿起床头的手机，日期显示2028年6月30号，这是极寒的前2个月，我重生了。我的父母在我12岁那年车祸去世了，我的叔叔赵光华一家霸占了我父母的公司，还以照顾我为由住进了我家，从此我的噩梦开始了。他们一家将我赶进了客房，经常以各种理由打骂我，不给我饭吃。还好保姆王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在我饿肚子的时候，总会偷偷给我端来吃的，在我伤心的时候会抱着安慰我。王姨没有孩子，我也没了妈妈，在我心里，王姨就是我的另一个妈妈。我心里是恨叔叔一家的，所以我一成年就离开了那个家，也曾想过攒些钱将王姨接来，可是还没有做到。极寒来了，前世暴风雪来袭的时候，我因为扭伤了脚，所以在家里囤了些吃的。接到叔叔的电话时，我本来不想管，可是他们竟用王姨威胁我，没办法，只好拿着最后一点吃的，顶着暴风雪回到那个家。谁料他们怕粮食不够吃，早就将王姨杀害了，又抢走了我的食物。积雪很深，根本没法开车，我走了一路，四肢早就冻得不听使唤了，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最后的记忆是赵光华拿着棍子向我挥来，我直直地倒在了雪地里。思绪回笼，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带着王姨好好的活下去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我的婶婶李梅。我接起电话，李梅的声音传来：“宁宁，你很久都没回来了，你叔叔很想你，这个星期天回来吃个饭吧。”不同于以往的尖酸刻薄，她的声音小心翼翼，带着些讨好。我勾了勾唇，好啊，我一定回去。赵光华抢走了我爸爸的公司，但他根本没有管理公司的能力。这些年，公司在他的手里每况愈下，难以维持正常运营。前段时间，由于他的决策失误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公司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。这时，他想出了一个主意，联姻。王氏集团董事长的儿子王明，有名的纨绔子弟，不知被他抢破了多少女孩，要不是他爸用钱上下疏通关系，不知进多少次监狱了。门当户对的心疼女儿的看不上王明，想巴结王家的王父看不上人家，就这样，王明的婚事一直拖着。这就是一个火坑。赵光华当然不舍得让他的亲生女儿去了，于是想到了我。上一世我不同意，跟他们闹翻了，结果他们竟找人将我绑到了王明的床上，我趁王明不注意拿花瓶将他砸了，这才跑了出来。现在极寒马上要来了，我没有时间和他们周旋，我要抓紧囤积物资，才能在末世中生存。上一世暴风雪来袭的时候，温度到了恐怖的-70度。在我死之前，听到气象局发布消息，此次全球降温会持续几年时间。为了抵御寒冷，首先要打造一间安全屋。我来到白云山半山腰的一座独栋小院，这里地理位置偏僻，少有人烟。这房子是我爸爸在世时建成的，本来是想做一个类似密室逃脱的项目，但是项目还没开始，他就去世了，房子也搁置了。我进入屋子，来到卧室，将床垫床板依次拿下来，一个洞口赫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从洞口沿着楼梯进入地下室，里面有20几间屋子，起码有700-800平的空间。地下室还配备了2台发电机和几大桶的柴油，还有通风系统。我四处检查了一下，设备都可以正常使用。有2间屋子有床有衣柜，可以做卧室；一间有抽油烟机和一些柜橱，是厨房。卫生间也可以正常使用。还有几间屋子有一些货架，正好当仓库。洞孔处有一道厚实的大铁门，从里面锁上，只要不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根本拿我没办法。这样我就放心把这个地下室作为我的极寒生存基地了。白云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小镇，我租了一个仓库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买的东西到时候让人送到这里，我再运回地下室。回到家，我拿出纸笔，列了一个物资清单，接下来就是搞钱了。周末，我回到本该是我的家，在餐桌上，李梅一直给我夹菜，宁宁，你多吃点，瞧你瘦的。不知情的人看见，还真以为我们相处的多融洽呢。赵光华冲着李梅使了个眼色，我知道重头戏来了。宁宁，你父母去世的早，这几年一直是我们在照顾你，可我们也老了。王总的儿子王明，一表人才，你嫁过去，有人能替我们照顾你，我们也放心了。好，我笑笑说。赵光华张了张嘴，正准备劝我，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干脆就答应了，一愣。但我要3000万的嫁妆，3天内给我，我就嫁。3000万，赵宁宁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李梅尖声喊了出来。那我就不嫁了。说罢，我站起身就要走。赵光华急了，毕竟没有王氏的帮忙，公司就要破产了。好，话锋一转，不过你要签一份协议。好。说完，赵光华让他的秘书将协议准备好，我看了一眼就将协议签了。银行卡号发过去了，3天内把钱打过来。我扬了扬手机，笑得灿烂。我转身就要走，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又转过来。对了，我想吃王姨做的菜了，让王姨来照顾我吧。好，你收拾收拾，跟着去照顾宁宁吧。赵光华对一旁的王姨说道。到了车上，王姨对我说：“宁宁，这门婚事你可不能答应，我听他们说了，那个王明不是什么好人。”王姨，我知道的。那你还答应？王姨有些生气，气我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。我感动地抱住了她，这么好的王姨一定会和我好好活下去的。您放心，我不会和她结婚的，跟我去个地方，我告诉您原因。我看出王姨眼神里的疑惑，说。我直接带着王姨来到地下室，王姨进来之后一脸震惊。
王姨，我有一个学长在气象局工作，他告诉我，再有2个月，全球会有一场大规模降温，气温最低会到-70度，至少会持续几年的时间。所以我们要在这多囤一些物资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我十分严肃地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消息会不会有误啊？”好好的怎么会？王姨疑惑道。是啊，好好的，谁能想到极寒就要来临了呢？王姨，我打断他，我这个学长的消息绝对可靠，就算到时候没有降温，我们囤的东西大不了再卖了吗？也没什么损失，万一是真的，多囤些东西能救我们的命呢。我先答应赵光华，就是为了先要些钱囤些物资，等到了降温那天，他也顾不上我，万一没有降温我不想嫁，他还能绑着我去结婚吗？好，那就听你的。我和王姨花了1天的时间，将地下室打扫了一遍，看了一眼手机消息，发现到账1000万。赵光华发消息说，剩下的钱1个星期之内给我。我和王姨出去找了个餐馆大吃了一顿，毕竟末世要来了，吃一顿少一顿了。第2天，我和王姨来到了市里最大的批发市场，找到了一位姓王的老板。王老板大概40出头，偏胖，给人很实在的感觉。赵小姐，你来了，这次想买些什么？我之前给公司采买过一些东西，比对过几家，这位王老板的东西质量好，性价比高。王老板你好，我想开一个超市，所以想买一些东西，又要麻烦您了。说着，将写好的单子给了他。单子上有50斤装的大米200袋，白面100袋，各种挂面共2000包，各种泡面共1000箱，大豆油、花生油、菜籽油、色拉油常吃的各200桶，玉米油、调和油、芝麻油、橄榄油、香油，还有几种不常吃的油各50桶，盐、味精13箱，鸡精、辣椒面、芥末以及一些常用的调味料各200箱，白糖、红糖、冰糖、茶叶各1000包，酱油、老抽、白醋、陈醋、料酒各100箱，花椒、大料、桂皮、香叶各种调料各200包，牛肉酱、老干妈等各种酱类各20箱，各种肉罐头、海鲜罐头、蔬菜罐头、水果罐头各种口味的各100箱，香蕉干、苹果干、芒果干、葡萄干、无花果干等各种水果干各500斤，梅菜干、冬瓜干、茄子干、豆角干、萝卜干、土豆干、蘑菇干等各种蔬菜干各500斤，鱿鱼干、墨鱼干、章鱼干、干贝、鲍鱼干、干海参、虾米、虾皮等各种海产品干货各200斤，泡菜、榨菜、腌豆角、酸甜莲藕、酱黄瓜等各种咸菜各200斤，板栗、榛子、腰果、核桃、杏仁、开心果、碧根果、南瓜子、花生、瓜子、巴旦木、夏威夷果等各种干果各500斤，绿豆、黄豆、黑豆、红豆等各种常吃的豆类各1000斤，红茶、绿茶、果汁、可乐、雪碧等等各种饮品各100箱，热水袋100，老式暖壶50个，暖宝宝500箱，垃圾袋10箱，大盘的卫生纸500箱，大包湿巾500箱，一次性的桌布、一次性筷子、一次性杯子、一次性碗、一次性叉子勺子各200箱，牙签、牙线各10箱，刀具、剪子各10套，面板、砧板各10个，碗筷、盘子、勺子的餐具各20套，各种垃圾桶100个。王老板看了看单子，你这东西可不少啊，有几样我这没有，不过你放心，2天内给你凑齐了。交了定金，告诉了王老板送货的地址，我和王姨就离开了。我和王姨昨天讨论过了，因为不知道暴风雪会持续多长时间，所以我们租了2台真空包装的机器，将我们买的食物都真空包装2层，可以储存更长时间。靠我和王姨是忙不过来的。来到人才市场，以每天300元的价格雇了2个人来包装，将食物包装成小袋，也方便搬运和食用。直接把他们送到仓库，让他们练习一下使用机器，然后等货物来了包装就可以了。我们来到一家卖极地户外服的店铺。你好，我们想去南极旅游，想买一些衣服。在老板的推荐下，棉衣、棉裤、羽绒服、保暖内衣、耳罩、手套、围巾、雪地靴、羊毛袜，每人买了10套。老板看我们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还送了我们1箱加热鞋垫。买完这些已经到了傍晚了，我们来到一家自助烤肉，吃饱了回到地下室，对每个屋子放置什么做了一个大概的规划。第2天，我们来到专门做一次性的内衣、内裤、袜子的工厂。毕竟极寒时天气太冷，用水不方便，一次性的用完就扔，不要太方便。我们按照自己的尺寸各买了2000套，怕以后会变胖变瘦，其他的尺寸也各买了500套。老板看我们买的多，还给打了个9折。其他车间还有一些袖套、鞋套之类的，又送了我们1箱。下午又来到市里最大的屠宰场，买了20头猪、20只羊、10头牛、200只鸡。我加了些钱，让师傅将各个部位切成小块，贴上标签，然后真空包装冷冻好。走的时候看见有一个车间正在切羊肉卷，让师傅帮我留一些肉切成肉卷，好用来吃火锅。为了放一些冷冻产品，我又在白云山附近租了一个冷库，到时候再运回地下室。回去的路上看到一家西餐厅，我和王姨平常不太吃西餐，但是极寒之后就吃不到了，所以我决定去尝尝。回到地下室，打开手机看见赵光华将剩下的钱都打过来了，我给王姨打了200万，让她买一些东西用。王姨开始不肯收，我磨破了嘴皮子才让她收下。在网上找了一家生产火锅丸子的工厂，好评率很高，订了各种火锅丸子1000斤，又下单了各种火锅底料和蘸料各1000包，芝麻酱、韭菜花、腐乳各500瓶。又在专门卖火锅食材的店铺下单了一些海带、藕片、裙带菜、豆皮、虾滑、鸭血等各种食材各1000袋。
王姨是东北人，给我做火锅时喜欢放冻豆腐，特别好吃。我又下单了切成小块的冻豆腐1000斤。我们来到家电专卖店，又买了小型发电机、电锅炉、电暖器、壁炉、洗衣机、加湿器、吹风机、多功能电饭煲、热水器、电炒锅、微波炉、烤箱、抽油烟机等各种家用电器各5台。万一坏了，也还有替用的。还好王姨在，各种家电哪个好用，她门清。在店里看见有灭火器，又买了30个，让店员送到仓库里，又告诉仓库里的工人清点签收一下。又去加油站买了几大桶发电机用的柴油。这时仓库工人打来电话说家电到了，我们决定先将家电运回地下室去。到了仓库，让工人将家电装到车上，我和王姨再运回去。虽然累，但为了保证安全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还好为了装卸货物，租了一个面包车，后座都拆除了，只留了主驾驶和副驾驶的座位。即便这样，运了3趟还是没运完。我们决定明天再继续运。回到地下室也没闲着，我在网上下单了一些零食。橡皮糖、花生牛轧糖、奶糖、巧克力、果汁糖、硬糖、奶酪糖、棒棒糖等各种能买到的糖果，每样100斤。各种薯片、土豆条、虾条、虾片、果冻等等各500袋。各种沙琪玛、雪饼、曲奇饼、果酱夹心的饼干各500包。还有压缩饼干10箱。草莓冻干、山楂冻干、水蜜桃冻干等等水果冻干各500斤。奶粉、椰子粉、咖啡粉、豆浆粉、柑橘粉等等速溶粉各100包。速冻饺子、馄饨、汤圆、包子，各种冷冻即食的食物各1000包。冻榴莲、冻葡萄、冻菠萝蜜、冻草莓、冻杨梅、冻芒果、冻梨等等各种水果一样100箱，还有茄子、豆角、各种冷冻的蔬菜各来1000斤，还有各种口味的小只的大桶的冰淇淋各20箱。卫生巾，安睡裤常用的几个牌子每样10大箱。买完这些天都微亮了，眯了一会儿，洗把脸，我们来到本市最大的商场。1楼是各种化妆品，极寒天气时，壁炉和电暖器烤着会很干，保湿补水的化妆品适合我和王姨肤质的各买了10套。面膜、手膜、脚膜各种牌子的各50包。还有一些彩妆之类的也买了一些，虽然不能出门，但漂漂亮亮的自己看了也高兴啊。还有洗面奶、洗发水、护发素、沐浴露、身体乳、护手霜等等各20瓶。最好的毛巾、浴巾各100条。洗脸巾5大箱。店长看我们买了这么多，给我们打了个95折，还送了我们一些宝宝霜、口红等小礼物。2楼是服装，我们买了一些衣服，因为是夏季，卖的大多是薄的衣服，买的不多。3楼电器，之前在家电商城买过不少，大概转了转，买了几台吸尘器。4楼运动系列，买了几套衣服，想到以后很长时间不能出门，买了几件健身用品。5楼是玩具和床上用品，买了5条薄被子，棉被、羽绒被、蚕丝被、毯子各买了10条，告诉店员都要最厚的。成套的床单被罩枕套一共20套，还买了一些十字绣、积木、拼图、滴胶、纳米胶捏捏乐、标本画、掐丝珐琅画、布艺画等等，最后装了5个大箱子。买完这些，已经下午3点了，我们来到6楼。6楼是餐饮，我们中午就没吃饭，大吃了一顿。回去的时候，我和王姨买了一些药，感冒药、胃药、维生素、速效救心丸、棉签、碘伏、消毒酒精、纱布、钙片等等常用药各买了一些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没敢买太多，我和王姨分别跑了几家药店才买齐。回到地下室，王姨整理了一下买回来的药。我本来想在网上买一些东西的，刚买了几套棉睡衣、棉鞋就睡着了。第2天醒来时已经10点了。王姨见我醒了，将粥端了出来。宁宁，这几天给你累坏了，咱要不歇歇，明天再出去吧。我一边吃一边说，不行，时间太紧，我要多囤一些东西。我往桌子旁一看，一盒止疼药在茶几上摆着。王姨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王姨看着我看向药盒的目光。啊，没事儿，就是牙有点疼，老毛病了，吃点药就好了，等有时间给牙罢了。别有时间了，我吃完饭我们就去。等到极寒来临，怕是想拔牙也没办法了。我带着王姨来到医院牙科检查一下，在医生的建议下将牙拔了，又买了一些药。我本想和王姨做一个全身检查的，但是有的检查项目是12个小时内不能吃东西的，只好明天再来了。我们来到电脑数码专卖店，买了20部手机、20个平板电脑、20个大功率充电宝、5部投影仪，还有配套的一些配件。我又买了2部摄像机，店长还送了我们耳机、音响、手提包、U 盘等赠品。我们每天都去仓库看看进度，仓库又到了不少东西，我们决定先运回地下室几趟。手机电脑买了，然后就是精神食粮了。极寒天气不能出门，总要有些事情做吧。我在网上买了一些 U 盘，里面有各种电视剧、小说、歌曲、科教节目、评书、教学资料、种植资料等等，可能用不上，但不能想用的时候没有。王姨喜欢戏曲，我还买了一些有越剧、京剧、黄梅戏等等戏曲的 U 盘。我和王姨做的全身检查，3天才能出全部的结果。在这3天里，我们买了3个垃圾处理器，毕竟极寒不方便出去，我们留了一个垃圾间，专门放垃圾，将垃圾处理一下可以省些空间，而且极寒天气时还不用担心垃圾的异味问题。还买了各种桌椅10套，还有懒人沙发买了5个。我们还找到了一家店铺，可以手工做棉被和棉衣裤。在询问过之后，棉被用9斤棉花做了10床，棉衣裤用3斤棉花，根据我和王姨的身材各做了5套，怕我们以后会胖比我们身材大1码的，也各做了5套。
还买了5个柴煤两用的锅炉，商家配套送了烧水壶和炉钩子、小铲等工具，还买了2吨煤，还有一些劈成小块的木柴和50桶酒精膏。怕有火灾隐患问题，决定将酒精膏放在最边上的房间最角落的地方，附近放几个灭火器。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我的身体很健康，但王姨有高血压，好在不严重，医生说吃药控制就可以。我们按照医生开的单子又买了一些药。我和王姨2个人总觉得有些不安全，我在网上下单了一些防狼喷雾、电击器、伸缩棍、手电筒等防身用品。一次上厕所时突然想到，极寒时水都被冻住了，马桶是不能用了，怎么上厕所呢？在网上查，有的说用猫砂，有的说用垃圾袋。我赶紧又买了2吨猫砂和几大袋子垃圾袋。这些天又陆续在一些药店买了些药，还专门买了一个药品冷藏柜，以便能更长时间的储存药品。还有水，虽然极寒，外面下着大雪不缺水，但是一来不一定干净，二来我不想冒着风险出去收集雪。各种牌子的饮用水各100箱，大桶的桶装水1000桶，还买了一些50斤的大桶，装了些自来水用。这几日出门，大街两旁都是买大蒜和黄瓜的，我知道又到了腌糖蒜和黄瓜的时候了。王姨知道我爱吃她腌的糖蒜和腌黄瓜，所以买了新鲜的大蒜、黄瓜各200斤，花了2天的时间腌好，装到小坛子里，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就好了。物资单上的东西都差不多了，之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各大商场溜达，有什么东西没囤的再囤一些，然后往地下室搬运东西。很快1个月过去了，我们又买了一些东西，仓库的东西也都搬回地下室了。我给2位工人结清了工资，又给他们各留了1袋大米、1箱方便面，希望他们能在极寒时活下来。王姨在网上看到有人养盆栽蔬菜，让我在网上买了一些耐寒的蔬菜种子，有小白菜、茼蒿、袖珍菠菜、小萝卜等等，各买了1大包种子，还买了1大把韭菜根，营养土1大袋子，花盆大小共100个，肥料1大袋子，还有小喷壶、小铲子等工具10套。期间，王明找过我，看见我刻意的夸张打扮，连饭都没吃就走了。8月23号，有些降温了，大多数人没有在意，可我知道极寒马上要到来了。我又抓紧买了土豆、地瓜、大白菜各10大袋子，这些菜天冷的时候能储存很久。还买了10大箱鸡蛋，把冰箱调到5度，塞了一冰箱，剩下的就放到一边，等到极寒到来，自然就冻上了，可以储存更长时间。我和王姨去了一趟超市，买了各种蔬菜和水果，满5大车，将2个调成保鲜的冰箱装得满满当当。这些吃完，想要再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就难了。8月25号早上醒来，温度已经降到零下了，离极寒到来还有5天，5天内室外温度大概会慢慢降到零下20度，到了8月30号，温度会瞬间降到恐怖的零下70度。我们要在5天内将冷库的东西搬回地下室。当最后一批冷冻物资运回地下室时，已经是8月28号中午12点了。我们在外面吃了最后一顿自助，然后到商场和超市，最后再买了几趟物资。8月28日晚8点，外面下雪了，我们的物资已经足够了，决定不再冒险了。我和王姨合力才将地下室洞口那扇厚重的大铁门锁上。这些天我们都累坏了，第2天我睡到中午才起来，王姨在厨房做饭，看到我起来，醒了，饭一会儿就好。我没骨头似的靠在王姨肩上，今天吃什么好吃的？可乐鸡翅，快好了，把饭端上去。吃完饭，我刷了碗。我和王姨分门别类的将物资整理一下，之前着急往回运，有些物资堆到了一起。趁着还有网络，我一直在刷外面的消息，有一则视频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视频应该是从楼上向外面拍的。视频中一男一女在争执，从他们的对话中了解到，这个男的在外面养了小三，女人知道后打上门来。2人争执中，女人一气之下拿起旁边的一块砖头砸向男人，男人倒地后，女人害怕直接跑了。视频虽然模糊，但熟悉的人还是能认出来，是赵光华和李梅。我找到发视频的人问了一下，回复说他叫了救护车，但是因为下雪交通拥堵，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。赵光华竟然就这么死了，李梅害怕之下应该也不会回家，极寒马上要来了，一个女人在外面也很难活下来。事已至此，过去的事我也不想再提了，现在我只想和王姨好好的活下去。8月30号早7点，外面安的微型摄像头传来画面，雪花逐渐扩大，从微不足道的零星小雪变成了鹅毛大雪，铺天盖地，纷纷扬扬。我知道极寒来了，我将早就准备好的壁炉、小太阳都打开，温度一路下降，到了中午12点，已经到了零下70度，极寒天气来了。早上迷蒙的醒来，看了下手机，已经9月25号早上9点了。我将床边的厚羽绒服裹上，将床上的电热毯关上，再将卧室里的小太阳关上，小跑着来到客厅。客厅的壁炉王姨已经打开了，我接了些热水洗漱完，从微波炉里拿出早餐，吃完后窝进沙发上的毯子里看电影。